今天我们聊一个看起来是新年贺卡，其实像一颗政治信号弹的事件。温家宝的北川贺卡，在大年初二突然被释出和转传，并登在亲共媒体上。这在中共黑箱政治里，绝不是一句祝福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信号弹，把中南海真正的危机以及一场正在升温的露面战照得更清楚。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 Chris。今天我们聊一个看起来是新年贺卡，其实像一颗政治信号弹的事件。网络热传，温家宝写给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的马年新春贺卡。你先别急着说，这不就是老人家写几句祝福吗？在中共这套系统里，政治老人哪怕只是露个字迹，都有可能牵动整个权力气压。尤其是在现在这种传言满天飞、军内外都在看风向的节点，一张贺卡能上热搜，能被转，还能在亲共媒体露面，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谁放行？为什么放行？放行意味着什么？按大纪元的整理，这张贺卡最早是2026年2月17日由 X 平台上一个署名温总理的追随者的账号贴出来，接着在2月18日，也就是大年初二，被亲共媒体星岛头条刊出。然后在2月19日，大纪元以网络热传为题做了完整梳理。温家宝在贺卡中提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遇难的师生，说至今想到都热泪盈眶，而且心里特别难过。他赞北川中学震后坚强不屈、坚韧不拔、艰苦奋斗、重新毅力。他强调要让各族学生平等接受有质量的教育。落款时间是温家宝2026年2月11日。最耐人寻味的一句附注是送上与中学生谈地理的讲稿，以作纪念。你看，字面上是一张悼念加鼓励加祝福的贺卡，可是政治语境一套上去，它就有了两层意思。第一层，对北川、对孩子、对教育的情感，这是人味。第二层，在今天的中南海气压里，它又像一句话：地震可以摧毁校舍，但摧不毁一个符号；风暴可以掀翻人，但未必能让某些人从舞台上消失。时评人陈破空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温家宝的一封信为什么突然能公开流传，而且没有被封杀？这件事表面看是一篇普通文章，但放在今天的中南海权力背景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信号。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对政治老人发生一向极度忌讳。过去温家宝写过一封纪念母亲的文章，只能跑到澳门日报发表。结果怎么样？很快北京下令全网封杀。不只是微博、微信删光，就连亲共媒体凤凰网转载后都被强制撤稿，可以说连影子都不允许留下。但这一次完全不同，温家宝的新信件不但登上香港星岛日报头条，而且在社交媒体大量流传，微信、微博到处可见，居然没有被清理。问题来了，习近平真的转性了吗？陈破空认为，不是习近平变宽容了，而是习的政治危机导致的。自从张又侠、刘振立事件后，北京政局实际已经进入高度不稳状态，党内恐慌，军中震荡，人心动摇。3年清零重创经济，民心流失，党内大清洗，搞西派独大，失去党心。而连军中威信很高的，曾参加对越作战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都被拿下，更直接得罪整个军方。结果是什么？习近平不是夺回了军权，而是让军心背离。很多人形容如同墨索里尼晚年的孤立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开始出现典型的求生模式。对外，希望与川普领导的美国政府缓和关系，减轻压力，甚至期待得到川普的背书；对内，则试图与部分政治元老修补关系。而放行温家宝的信，很可能就是一次试探性的示好。因为现在的政治老人里，前总理朱镕基早已与习近平理念对立，一个是他不赞同习近平修宪连任，再一个，朱镕基曾说过，谁砸毁香港，谁是千古罪人。那习近平恰好砸毁了香港，正应了朱镕基的千古罪人一说。前总书记胡锦涛原本是习近平的恩人，把党政军3个职务全部交给他，不搞垂帘听政。结果习近平为了在20大上强行连任，不仅将胡锦涛的团派人马全部踢出政治核心圈，并强行把胡锦涛当场架离，形成难以化解的政治羞辱。唯独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尚未与习公开决裂。温家宝身体尚好，影响仍在，又代表改革派声音，自然成为习近平最可能拉拢的对象。但问题是，温家宝真的会买账吗？别忘了，温家宝本人长期主张改革，反对文革回潮，而他也曾遭受习时代的公开羞辱。
最典型的一次就是2018年汶川地震10周年纪念报道。官方宣传中几乎抹去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救灾角色，反而突出当时最后才抵达灾区的习近平进行个人歌功颂德。这种历史改写被不少人认为就是文革式宣传重演。真正第一时间冲进地震灾区，冒着余震的危险亲自指挥救灾的温家宝被淡化，而后来者习近平却成为主角。对老一代领导人而言，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羞辱。所以今天温家宝名字重新被允许出现，与其说是团结，不如说是政权开始感到不安全。当最高权力需要靠放出元老声音来稳局时，往往意味着体制内部已经出现分裂。据多方披露，温家宝现在还挂着一个很敏感的头衔，辖制习近平独裁的中央决策意识协调小组组长。2月18日，大年初二，就在他的手写贺卡被《星岛日报》报道的当天，另一位重要人物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也以另一种方式露面。这种露面战在中南海内斗里被视为一次隔空敲打。请注意，贺卡是2月11日写的，却偏偏在过完年后，大年初二的2月18日才突然释放到公众视野。这种时间差太像中共内部那套操作了，先按住，再放出，先隐身，再露面。更重要的是，过年前元老们集体不露面，习近平一个人高调唱独角戏，营造大权在握的画面。结果过完年第二天，温家宝就用这张贺卡来了一个后发制人。时评人唐晋远分析表示，2月18日为什么敏感？第一，它距离2008年汶川地震刚好18年，一个18又一个18，叠在一起，你说巧不巧？当然可以说是巧合，但中共政治里巧合常常是最不巧的那种安排。还有更悬的，去年蛇年是习近平本命年，今年是马年，民间讲赤马红羊。你去查温家宝生年1942年壬午年马年，也就是马年是温家宝的本命年，等于是他避开了习近平的本命年，却在自己本命年的开局不久选了要发的2月18日把这张贺卡释放出来，说这是单纯贺岁，其实更像路面政治学。温家宝在贺卡的最后一句附注送上与中学生谈地理的讲稿，以作纪念，释放出真正的弦外之音。唐晋远解读，这句话表面是教育纪念，实际是宣示我的遗产要被传承，教育遗产要传承，政治遗产更要传承。就像在说，你们想把我从历史里抹掉，我偏偏要把我的东西交给下一代，留得住，传得下去。而北川中学为什么会被挑中？因为北川中学早就是温家宝的政治标签。汶川地震后，他前后去得非常勤，也最经典的一幕是他在北川中学教室的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这一幕党媒当年报得满天飞。北川中学也被称作温总理最牵挂的学校，所以今天他把北川重新拉回镜头中央，你很难不联想到他谈地震后重建。另一层其实是在说中南海现在的大地震，汶川地震毁了很多，但北川中学从废墟站起来，那么中南海现在也在震，是否也需要灾后重建一把？至于谁来指挥，就见仁见智了。巧的是，就在2月18日同一天，胡春华也露面了。新华网时政版头条出了一篇《新春走基层，滚百年芳华，青年向上》。你一看内容是写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写年轻人创业、AI 企业、志愿者、青春笑容，表面很正能量，但标题里那个词春华，再加一句青年向上，你说敏不敏感？胡春华当年被称为团派，其家就是做青年工作，你在标题里嵌一个春华，再给一句青年向上，等于暗戳戳给你塞一个联想，春华要向上。当然，这里不断言这篇报道就是扶胡上位的意思，但它和温家宝贺卡同一天出现，而且都带着露面象征的味道，真的是有够巧的。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拉回更大的背景，张又侠、刘振立被抓，甚至外界传出更糟的版本。这种级别的军中震荡，让中共高层的状态跟去年底相比不但相似，甚至更凶险。因为习近平曾在烈士时敢孤注一掷，偷袭翻盘，那今天他觉得自己扳回局面，就更不可能跪下认输，平衡被打破，双方必会交锋。而眼前最先开始的就是露面战，那这两个中央是不是过度解读，就要看客观事实了。第一，到现在为止，军队没有像过去处理徐才厚、郭伯雄那样集体出来高调切割表态站队，这很不正常。第二，军报连续多次拿张国焘说事，张国焘最大的罪名是什么？就是两个中央，分裂中央。
从1月16日开始到2月11日，短短时间内反复痛批，这不是随手举例，这是宣传系统在用文革式指桑骂槐的套路释放信号。所以温家宝在敏感时间谈大地震，谈废墟重建，谈遗产传承，再配合胡春华那篇青年向上的露面报道，你把它当作贺岁新闻，就未免有些太天真了。这像是在告诉外界，我们还在，路线还在，传承还在，青年要动起来。如果这张贺卡有被操作的成分，那它就是中共内部有人在用温家宝符号做局，册封分化，甚至试探军心民心，也指向同一个结论：中共体制正在进入更高烈度的不确定期。时评人墙内普通人最近在节目中抛出一个判断，外界传什么张幼霞被送去深圳或关在昌平，都更像烟雾弹，因为在他看来，张幼霞、刘振立不可能离开习近平的直接控制，不管生死都在北京5环之内。更可能的是，到现在习近平既不让曾庆红和家属去探视张幼霞、刘振立，也不把案子正常转交中纪委、军纪委去走程序，于是他推论，两人大概率已经遇难。先说清楚，这是爆料圈的推断，不是公开证据。但他为什么能传？因为他符合中共黑箱政治的一个逻辑：人一旦消失，程序就永远缺席。墙内普通人还表示，目前红色家族内部也在分裂，以邓朴方为首的红色家族已经不再信任曾庆红，他们怀疑曾庆红已经跟习近平勾兑，不是为了推翻谁，而是为习近平争取时间。可是红色家族再有资源，没有军队支持，就对付不了北京几万人武装。中央警卫系统、公安体系，还有各种你看不见的秘密武器，都在习近平的马仔蔡奇和王小红手里。所以邓朴方这边就是要刘源尽快行动，别贻误战机。为什么偏偏是刘源？因为叙事里把北京的硬底牌压在38军重装部队上。爆料说，在张幼霞、刘振立出事前，张幼霞靠38军一个旅加上首都卫戍部队就能把北京局势压住。现在这个旅还在西山指挥中心，而首都卫戍部队也没有向习近平集团效忠，但新的指挥者，比如被提到的韩胜言，威望完全比不上张刘，既镇不住局，甚至他本人都可能被突然斩首。刘源带38军重装进京，才能一举打垮习近平集团。但代价是什么？他们自己也说了，死伤上千人恐怕不可避免。那么胡锦涛、温家宝成最后一线希望，因为这种拍板压力是胡锦涛、温家宝那代人从没面对过的，真的要打就是内战级别。于是他们还想把球踢回谈判桌，让曾庆红去跟习近平谈利弊，避免火拼，避免无辜伤亡。但问题是，谈判谈到今天，连张幼霞、刘振立到底是死是活在哪里都搞不清。你说这谈什么？这就是黑箱政治的绞肉机，你连人都见不到，谈判就只剩拖延。再往下就是时间表，也是最要命的倒计时。墙内普通人分析说，2月底政治局会议可能提前指方向，而3月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要进京，军队的人大代表也得来，很多将军本身就是代表。这意味着什么？在这套叙事里，两会反而像一次集中点名。习近平有机会在北京把将军们摊开来逼表态，你效忠救过，你不效忠就可能被像张幼霞、刘振立那样一网打尽。换句话说，两会不只是会议，它更像清洗的机会窗口。最后回到那个政治赌注胡春华，爆料说胡温原本安排胡春华从政协出来，进国务院当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接替何立峰那个位置，这被解读为第6代接班的信号。如果3月两会胡春华仍然困在政协里出不来，那习近平就可能继续连任，甚至终身执政，中国就可能变成大号朝鲜。这点出了一个很恐惧的现实：权力如果不交接，社会就只剩服从。如果温家宝的贺卡是人位，那他被放行的方式就是权斗位。当政权需要借元老的符号来册封相稳局面，往往意味着内部分裂正在扩大。接下来真正的看点不是谁说了什么，而是谁能做成什么。张幼霞案能否被做成铁案？军队何时表态切割？胡春华的去向是否变动？2月底、3月两会前后，很可能就是这场权力对决的倒计时窗口。这里是大时局，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